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政府快马加鞭对华多方压制，军售、军演、军事联盟。我们今天有3个新闻，我把这3个新闻串在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在美国大选临近的时候，他的策略是什么？那美国大选现在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啊，川普政府明显没有放松对华的压制的动作啊，那么他采取各个层次的行动啊，完全没有松手啊。那么我的感觉是，川普总统似乎要在大选之前完成一系列的这个对华政策，那么以便为下一任总统的对华政策确定一个政策框架啊。那么当然，如果是拜登当选的话，我不知道他的影响会是怎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川普政府现在的动作非常的快啊，非常的快，连续有动作啊，我一个个的讲。军售啊，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向台湾出售100套鱼叉岸基地对舰导弹系统啊。那么国防安全合作局10月26号就此通知国会啊。那么几天前，美国川普政府批准了另外3项这个对台武器军售，那么这已经是第4项了，1周之内有4项军售。那么具体的内容是美国方面要求购买的这100套鱼叉岸基防御系统，包括400枚鱼叉暗射型导弹，然后是4枚演练用导弹，411个集装箱，100辆鱼叉海岸防御系统的发射器运输车，25辆雷达卡车然后就是培训设备和测试设备，总共价值23.7亿美元啊。那么上个星期三是10月21号，川普政府通知国会已经批准了3项对台军售，包括什么呢？包括11个火箭炮系统，这个价值为4亿3610万美元，135枚这个防空导弹然后价值10亿美元，然后6个侦察吊舱系统，3亿6720万美元这3项是上个星期三刚刚宣布的那么现在再宣布一个鱼叉式的岸基地对舰导弹那么3项之前3项加在一起那么18亿美元，那么这一次是24亿美元加在一起就52亿美元这项军售很重要也很关键，它主要是针对解放军渡海作战的这个军舰所以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当初台湾军方做这个采购申请案的时候，写给这个总统蔡英文的方案是什么呢？方案是他预计申请的数量没有现在这么多鱼叉式导弹没有这么多他当时申请是我们买大概是8辆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可以消灭当面的70%的军舰。蔡英文总统一看，为什么是70%，为什么不是100%？然后就拿回去改，就原来是采购是500亿新台币直接就改成800亿新台币，800亿新台币完了以后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消灭100%当面的这个就是渡海的这个军舰解放军的军舰，这当然它是测算什么？测算这个武力攻台的场景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
台湾的这个中科院呢，他们在研究什么呢？研究，当然这是个秘密项目，就是雄风飞弹。雄风飞弹是台湾中研院的一个秘密项目啊，这是秘密项目。那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什么呢？准备了一个中队啊，准备一个中队是配合中研院的这个雄风飞弹啊。那现在这个鱼叉式飞弹要成军。然后中队的数量增加，他们原来的编制叫大队编制，现在变成指挥部啊，指挥部。那么加上就是一方面有美国的采购啊，鱼叉式飞弹，加上中研院的这个雄风飞弹，也就是说它两个全部都配合在一起使用，这对整个的台湾的岸防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啊。那么2019年美国对台军售是107亿美元，今年美国对台军售达到50亿美元。那么美国对台军售正在迅速的改变海峡两岸的这个军事实力的对比啊，持续的发展下去，将会令这个解放军武统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啊。虽然解放军一直在讲啊，这个武器装备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但是精神渡不了海啊，渡海还是要武器装备啊。所以美国不断的向台湾出售这种关键性的军事装备，对海峡两岸，特别是什么武统台湾的这个行为，形成非常大的压制啊。那么这是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军演，美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海上军演，10月26号开始，这一天五中全会开幕啊。那么这次军演向中共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啊，这个信息是什么呢？这个信息是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代号叫锐剑21，叫King Sword 啊，21的这个军演每2年举行一次啊。那么这次军演动员了多少人呢？啊，很多，这很厉害，46000人啊，46000个兵力啊，时间是从10月26号一直到11月5号，跨度是11天啊，非常长啊，这个军演非常长，直接跨过了什么？直接跨过了美国大选，所以这次军演很重要。之前不是有人讲这个解放军有可能在这个美国大选期间啊进行军事冒险，那这次军演已经让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了。为什么？你想一下，有46000人在那军事演习，在日本海啊，这个区域是什么？演习范围是日本至冲绳的周围的海域啊，日本海附近。日本海其实离中国非常近啊。大家看一下地图就知道，离台湾往下就是台湾，往西就是华北啊，非常近。你用现在的飞机很快就到啊。所以实际上他把这个时间跨过美国大选，这在政治上有含义的啊。那么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防止中共军事冒险的一个预防性的动作啊，这个没有话讲啊。那么军事演习的项目首次增加了网络、电子战训练等内容啊。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9000名海军、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包括里根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叫阿希兰号啊 ，Ashland 啊 ，USS Ashland。第5舰载机队、第5舰载机联队、第72特遣部队、第5航空队啊。那么其实主要的成员是日本自卫队。日本自卫队出动了37000人啊，主力是日本啊。
日本最大的准航母叫加贺号参加这次演习。加贺号刚刚完成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巡航返回，最早明年加贺号航母会配备 F-35隐形战机。还有一个国家也参加了啊，本来原来这个演习是日本跟美国啊进行的海上军演，现在这次谁参加了？加拿大啊，加拿大皇家海军啊，叫 Winnipeg 号 ，Winnipeg 号也参加了海上演习啊。这是菅义伟接替这个安倍首相以来第一次举行的这个大型的海上军演。菅义伟表示，日本要继续扩建海上军事力量，对付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啊，明确表示啊，驻日美军司令凯文斯奈德中将说，尽管新冠病毒对全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美日联盟依然正常运作，我们保持着战之能胜的状态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参谋长说，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这次军演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展示日美同盟的力量啊，这就是军事演习啊，这么大规模的在日本海的演习，肯定会产生非常大的政治压力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军事联盟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 Esper 10月25号抵达新德里啊，这一天同时大家知道10月26号五中全会开幕，蓬佩奥将在当天晚上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周二他们会这两位会与苏杰生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2+2的会谈就战略和安全议题进行讨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这次2+2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两件事情同时在发生，一件事情是中印之间的边界冲突正在发生。另外一边就是美国跟澳大利亚还有印度还有这个日本准备要建一个亚洲小北约那么这两件事情同时在发生，然后你想一下，美国的外长和国防部长跑到印度去跟印度谈合作这件事情多么重要那么印度外交部公布的行程是这样，就是蓬佩奥和 Esper 还将在周二晚些时候拜会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从随行记者透露的情况来看，蓬佩奥自己这次的行程收获甚丰。第一个，美国跟印度签署了三个协议第一个协议是共享军事设施的叫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联通军事通讯系统的通信及兼容和安全协议第三个叫什么？第三个叫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这三个协议通常是什么？这三个协议通常是美国和他的军事盟友一定会签这三个协议。这三个协议签完之后，才会双方就变成一个非常紧密的军事合作伙伴。也就是说，通过这三个协议呢，印度可以分享什么呢？印度可以分享这个美国的这个卫星数据和图像还有可以分享它的监听的情报。然后美国可以共享印度的军事基地等等这里面有很多的合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合作。如果没有这三个协议的话，双方是没办法进行军事合作的。有了这三个协议，军事合作才变成可能。那么美印之间签的这个协议意味着什么？双方已经开始进入紧密的军事合作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有第三个，特别是第三个叫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就是其实是分享情报啊，分享情报就是 GPS，就是如果印度在用这个图像跟地理数据的时候，它会更准确。当它更准确的时候，它就能看得更清楚，打得更准。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威胁啊！它可以提升印度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精准度啊，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印度对中国军力将产生很大的飞跃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军事上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印度正在加快从美国采购武器装备啊。那么，印度对美国的采购呢，从2008年，印度对美国的军购几乎是零，到了今年已经超过200亿美元啊，这个非常飞速的增长。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中印之间正在发生一个边境摩擦。然后今天我们在推特上还看到一个情况是什么？今天还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印度有一些媒体说这个印度总理决定跟中国大打一场，然后马上那边又开始灭火，传出这样的传言，有可能是一种策略，但也有可能不是啊，有可能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俄罗斯在向印度卖武器，美国也在向印度卖武器，当然俄罗斯也在向中国卖武器，但是美国没有向中国卖武器。所以印度现在的情况就是它的武器装备在急剧的上升啊，它会不会让印度觉得底气更足了，要扩大在中印边界的战斗，不好说啊，现在不好说，但是有这样的消息啊，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这次印度结束之后，蓬佩奥还会去2个国家，一个叫斯里兰卡，一个叫马尔代夫啊。那么这2个印度洋的国家呢，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然后中国在那里投了很多的钱，这2个国家稀里糊涂的投了很多的钱，结果这2个国家现在压力很大，因为要还债还不起，所以特别是斯里兰卡要把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交给中国啊，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影响。那么蓬佩奥跑到这2个国家去，当然是要做他们的工作啊，就基本上是一个策反的工作啊。那么另外一个最后一站，蓬佩奥最后一站是哪里？蓬佩奥最后一站是印度尼西亚啊。印度尼西亚跟中国是有南海的这个纠纷的啊。那么印尼跟中国的关系呢，很微妙。为什么？因为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印尼有人口最大的华侨群体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印尼人口众多啊，所以这3个基本上东南亚国家最大的国家就是印尼了啊，所以印尼很重要啊。印尼跟中国的关系很微妙，若即若离啊。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对印尼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对印尼的影响不如中国对泰国的影响啊。为什么？双方之间有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啊。当年这个印尼共产党在中共的支持下企图搞政变，然后被当时的总统发现啊，镇压了啊。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才出现了一个排华的现象。所以中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所以印尼对中国实际上一直具有警惕性。但是不要忘记，有那么多的华侨啊，所以中共对印尼的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印尼这边对中共的警惕性也是有，所以蓬佩奥这次去印尼也是要做工作啊，做印尼的工作啊，这大体上就这样啊。那我们大体上从3个方面，一个是军售，一个是军演，一个是军事同盟的角度来讲讲川普政府在大选期间仍然没有放松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压制啊。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是觉得有2点感受啊。第一点感受，大家可以看，在美国大选之前，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说你经常看见轰隆隆隆打一个很大的雷，最后下雨下的并不大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那么到了选举期间，到了进入这个阶段之后，特别是10月、11月之后，大家会发现不打雷就下雨，很多的政策根本直接就出来，根本不打雷。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2个变化？这跟什么有关系？我觉得跟川普总统的心态有关系。当然，这里面还跟什么有关系？跟美国政策的酝酿的周期有关系。因为美国的政策跟中国不一样，美国的很多的政策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特别是有一些涉及到美国国会的这些政策，比如说军售啊，军售它是要跟美国国会打招呼的啊，所以美国总统的这个行政权是受到国会的制约的，其实，所以很多的政策，它不是说总统一签字第2天就实施，不完全是这样，有很多他在签字之前，他的酝酿很长时间。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有些你现在看到的政策可能是这个川普政府1-2个月之前就已经部署下去，已经准备就已经动手开始做，只是你现在看到结果而已。这是第一个原因。第2个原因，我觉得心态上也有不同。那么在进入大选周期之前，川普总统有很多东西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其实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的战略基本上是几条战线，几条主要大的战线对待中国啊。一条战线就是经济，经济是起头的啊。经济川普总统的策略就基本上就是一方面要压制中国，另外一方面我要得利。川普总统的基本的方向是这个，就是我要迫使对方买我的东西，让我得到好处，但是同时我要压制他。所以你可以看，在经济领域，一方面川普政府很小心的维护着第1阶段协议的实施啊，那么中国方面也很小心的去实施这个第1阶段协议，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它已经没有其他的可以对川普政府形成有效制约的手段，只剩下这个协议，所以中国方面很小心的去实施这个方案，第1阶段协议。川普总统也乐得啊，反正你实施就是买我东西你就买啊，所以双方很有默契，在这个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川普总统毫不客气的推动一件事情，就是中美经济联系的脱钩，跟经济有关的各个领域都在往前推进，这个政策都在往前跑。但是川普总统很多政策呢，他没有推到底，就是说推一半停一停，推一半停一停。为什么？因为这边协议还在执行，所以他没有把很多事情都没有推到底，就是没有见真章。在经济领域基本上是这样啊，他只维持了2件事情。第一个，原来保持的关税还保持着，没有取消掉啊，这一点是你可以看莱特希泽很厉害，厉害在哪？他就留着这一半关税在那里，留着这一半关税对中国是有影响的，它可以对中国有2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很多产业链就要跑啊，脱钩就会发生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保持这个关税啊，这是第一个影响。第2个影响就是对中国的对美出口是
是有打击的，是有影响压制的，就这两个影响是有的啊，所以保持关税。但另外一头呢，另外一头它什么产业链重组产业链，全球产业链重组，美国是在推动这件事情，这对中国的影响就非常的大。美国推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其实就是中国五中全会这次说内循环的一个主要的背景。没有美国推动的这个产业链重构，就不存在内循环。内循环是什么？内循环实际上是这个习近平的团队已经看到了未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他觉得美国推动的这件事情会直接导致中国外部的经济环境不可逆转的恶化，也就是说外部需求会大幅下降，他才会想一个内循环的这个结果。当然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中国也不调整对美政策，就是双方是杠着的，中国也不打算调整啊，所以中国不调整这个双方杠着，好，那美国在推动这个产业链重构，那中国就没办法，那我就内循环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战略，这是一块，就是美国对华，就是川普政府对华政策一大块是经济，第二块就叫军事。军事这一块呢，川普总统是一点都不留情，完全该干嘛干嘛，把所有的东西，把所有能用的全部扔出去了，该派航母的派航母，该派侦察机的侦察机，该军售的军售，该军演的军演，所有的东西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毫不留情，在军事领域。第三个，地缘政治。地缘政治这一块，当然主要的核心成员是蓬佩奥。蓬佩奥国务卿他就做两件事，第一个结盟，各种政治盟友啊，政治联盟、军事联盟啊，那网络联盟、各种联盟，就是第一个就结盟，广泛结盟。这个结盟只有一个目标，对付中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缘政治关系。搞地缘政治关系，其中当然有核心的最大的成绩是什么？中东。美国从中东要抽身，只有从中东抽身，从其他领域各个热点地区抽身，美国才有足够的资源对付中国。为什么？因为原有的军事和政治联盟已经没有那么有效，所以美国要集中资源，所以他在很多地方往回抽。中东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地区。那么川普总统用这个制裁伊朗的方法来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让他们实行中东和平进程，推动这个中东和平进程。这一点一下子让整个的局面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啊，这是一头，这是一块。当然还有其他的领域啊，包括阿富汗，包括其他的热点地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把资源集中到哪里来？把资源集中在东亚啊，东亚西太平洋、东亚地区啊，那么就以台湾为主要的支点，推动这个地缘政治的集合，就针对中国。这就是他的三条主轴，就是川普总统对华政策的三个主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经济领域打华为不打死，华为断供9月15号断供到现在他没死，为什么？因为后来美国又批准了一些这个像英特尔啊，像这个 AMD 啊，又给这个华为供应芯片啊，当然不是手机芯片，手机是不用想了，手机华为就忘记它，但是像什么服务器这些还是可以做的，可以继续让它做下去。所以你看
川普总统的策略就是经济领域不打死，打而不死打而不死，目的是什么？保住第一阶段协议的有效实施。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便宜有好处。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总统的政策基本上是这三大块这三大块有2块是铁打不动往前推的，有1块有进有退，大概就是这样川普总统政策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从目前来看，心态上的变化是什么？原来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因为他有一半身子在准备大选，有些事情呢没有那么快因为有些政策它需要国会支持，有些政策需要朝野的共识，所以他发现我有些政策我需要付出政治代价，我先放着吧，不着急，等我下一任再说。他有些政策是这种心态，所以你可以看，在美国大选之前，很多政策都是走一半，或者是说着说着没下文但是进入大选之后，你可以发现，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一个一个跑出来，根本不打雷，直接就跑出来。可能我理解是川普总统的心态有些变化，他希望的是什么？他希望的尽快的推出政策，很多政策赶紧推，就万一一个不小心出现什么变化的话，至少这些政策已经成型，能够实施了成型了。那么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已经成型，那么新的总统不管是他还是拜登，都跑不出这个框架来，我觉得是有这种心态在里头。所以你可以看这政策跑得很快，大体上就是这样所以我还是喜欢分析政策，我觉得政策是影响是最大的。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总结一下，川普政府连续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军事，包括政治经济，但是呢其实已经军事手段更强硬在军事手段是最强硬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军售军演还有军事同盟讲这三个内容。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我在这里也讲一下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评论区的评论越来越多我在这里讲有几点要跟大家打个招呼第一个，系统不允许贴链接，所以大家尽量的不要贴链接。有一些网友说我有个东西可以给大家参考，啪把链接贴上去，系统直接就删掉直接就删掉的所以大家不要贴链接，那不是我删的，是系统我们点了，系统不让删不让贴，系统保留链接所以系统是不会保留链，大家不要往上面贴链接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会贴一些不安全的链接，所以链接我们都不允许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观点，就直接讲你的观点就好，请大家不要去骂别人就说你陈述你自己观点就好了，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吵架吵架是最浪费时间的，在网络上吵架，我以前经常在网上吵架，特别是以前在论坛时代所以尽量的不要吵架，大家陈述自己观点就好，不要说谁谁谁不对，我才来说我自己，那就是找吵架。你直接就说我认为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啪啪啪啪。如果你是真知灼见，底下的到处都是点赞的人，好吗？这是第二个，我提醒大家。第三个呢，就是现在五毛很多我举一个例子，关于朝鲜战争我就把五毛的这个直接给反驳掉，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关于朝鲜战争呢，朝鲜战争我们因为做了2期节目，所以五毛很集中的往这边跑，大家看不到五毛的评论是因为被我删掉了。五毛统一，现在用统一的口径是什么？说朝鲜战争是朝鲜的内战，所以美国呢是干预
意思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我就是中共把朝鲜战争之前讲的是南朝鲜攻击北朝鲜，现在南朝鲜攻击北朝鲜这个谎言已经被攻破了啊，所以他自己说破的啊，其实早就在海外早就已经破了，但是在国内也破了。现在因为我印象中是人民日报跟朝中社比战的时候自己说破的啊。那么现在呢，他就改成什么呢？中共其实这是统一的啊，你一看它就统一的说法，就把朝鲜战争说成是朝鲜的内战啊，然后呢就把这个美国代表的联合国军带领的联合国军说成是美国干预美国的干预朝鲜内战啊，这是彻头彻尾的又是一个谎言，就是用一个新的谎言去掩盖另外一个谎言。因为朝鲜战争根本就不是内战，因为南朝鲜也好，北朝鲜也好，北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是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南朝鲜叫大韩民国，大韩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根本虽然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但它是不同的国家，所以你说内战怎么个内法呢？所以这就是用一个，当然美军也不是只是美军，美军是代表联合国军去帮助大韩民国，所以这个不是美军，是联合国军。所以你可以看中共掩盖事实的努力从来没有停过，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的反驳就是怎么可能是内战啊？那不是内战，那也不是美军，那是联合国军，好吧？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金盛细腻萨格尔王啊，谢谢啊！最近开始准备申请一个对我留在美国很重要的职位，很久没赶上直播，我可能会为这个职位放弃除了写作梦想以外的很多东西，但我不后悔，希望得到王老师还有大家的祝福。另外，不管大选结果如何，请大家继续为香港、新疆、西藏、内蒙等地的抗争者发声。不管谁当选，都不可以忽视民意，要相信每个人的声音都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碗水。非常好啊！祝小公主和毛弟弟健康快乐，谢谢 Mike 猪，谢谢啊！时事新闻，参议院52对48票通过大法官巴雷特任命，白宫举行宣誓仪式。OK， 那川普总统又赢了一场啊！观点：美国现在的竞争对手已经从俄罗斯转移到中国，俄罗斯已经没有实力跟美国竞争了。俄罗斯已经没有实力了，俄罗斯已经被边缘化，他已经没有能力跟美国去讨论，就是去制定这个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了，已经没有这个实力了啊。提问：如果五中全会不提接班人的事情，是否意味着习要至少再连任一届？有可能。如果没有提，一般来说不会直接讲接班人，一般来说会在那边做一些安排，做一些人事安排，而这个人事安排会让大家知道，有没有接班人在里头啊？一般来说是这样啊，他不会说啊，我这个人是接班人，不会的啊，他只比如说这个人是接班人，那就让他去做政治局常委嘛。那他进入政治局做常委的话，大家一看，哦，这个人就像当年习近平一样啊，习近平就这样的啊。那如果没有，就是所有的人事没有人事调整，那很有可能。但是还有六中全会，所以中共的事情不好说啊，不好说在哪里呢？他很多事情，你比如说理论上，假设我们的惯例就是五中全会理论上接班人要在五中全会上进政治局常委啊，如果是这样的规矩，那么我们就等着看，有人进了啊，一看哦，那这就是接班人，那没人进，这个继续做下一届。中共不是这样，中共你这一届没有并不意味着有，那就是接班人已经有了。没有人事案
也不意味着他一定会再做一届，那可能是6中全会，甚至7中全会可能都有可能，甚至中全会都没安排，下任选举的时候又跑出来一个，有可能吗？也有可能。所以我就讲中共的问题是什么？他到现在他还是个革命党，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确定，都有可能性变。他有些制度，你比如说有些制度是已经慢慢形成了，你比如说像像那个江泽民啊，江泽民就按照大家约定的隔代指定啊，他就把权力传给了这个胡锦涛，胡锦涛也按照约定把权力传给了习近平。理论上我们应该觉得，哦，这个制度已经形成了，那你就应该一个个传下去呗。他不，他到了习近平这他又不想传了，这就是中共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他仍然是个革命党，他仍然没有变成一个执政党，他仍然没有变成一个常态的政党所应有的这种制度和规则情况。今天看到很多网友提到一件事，说过去开全会，朝廷都恨不得引导大家讨论，媒体也有大量的报道宣传，唯有这次墙内很多公权力机构要求民众不许讨论5中，报道规模也很低。王老师怎么看？第一，报道规模很低，这不对，没有很低啊。以我观察，基本上是规矩中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不许讨论5中。怎么不许讨论呢？如果要讨论的话，在哪儿讨论？在微博上讨论？那不是妄议吗？就现在定一尊，当然定一尊是不可能，但是妄议还是不让的呀。所以现在这个条件之下，不存在民众讨论的空间，跟这个没有关系，本来就习近平就不让大家讨论了，从习近平上台到现在，一直在强调不得妄议。不得妄议是什么？就是我们领导的事，你们底下人别瞎说八道。我们办完之后，你自然就知道了，你也不要讨论，也没什么好讨论的。这习近平上台到现在，天天都在那哼哼叫道，说这个叫什么，像这个定一尊呐、各种说法，不得妄议啊，都是针对这个的，所以不存在说之前要引导大家讨论，没有。中国媒体从来不引导民众讨论问题，就是统一思想，你不用讨论问题，领导自然会把问题讨论清楚，你到时候听这个指示精神，贯彻执行，统一思想就可以了。所以说引导大家讨论这件事情不是中共的传统啊。情况，台湾股票一直涨，台币一直涨，房价地价一直涨，工资也大涨，那台湾经济景气很好啊，是吧？情况，昨天开始国内航班减半，各个航班配餐大量缩减，降低成本，节约粮食。本来配餐的航班只给一瓶水，现在只给一瓶水。情况，昨天开始情况，杭州一个区投资3个多亿建设步行街，客人门口罗雀，经济萧条，1年多时间，大部分店铺关门大吉，政府投资是一地鸡毛，最后都市政府债务不断升高，只有通过卖地才能偿还贷款利息。应该是去年的数据显示，现在政府卖地已经不挣钱了。为什么？因为征地成本越来越高一个是征地成本越来越高，然后你把地征来以后，你要把它进行改造、拆迁等等乱七八糟弄完以后，你这个成本已经到这么大了。然后你把地卖出去也是这么大，甚至比这个地还小。所以现在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他们的卖地收入已经和这个卖地的成本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我们讲这叫什么？这叫土地财政应该到头了。就是说地方政府
通过通过卖地来增加财政收入这条路应该是到头了。为什么？因为地价没有涨，但是其他的成本在涨，所以把它吃掉了啊。提问：王老师，今天上午又听到您对数字货币的分析，认同，但错过直播时间没机会问。现在蚂蚁集团上市，为何数字货币出台没有影响它的估值？好问题。有2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觉得它根本不会影响影响支付宝的这个支付宝在第三方支付的地位，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2个可能性就是支付宝或者蚂蚁集团的主要的利润来源并不来自于支付宝，就这2个可能性啊。观点：美国大选议题，中文圈是假消息的重灾区，华人被严重误导。怎么说呢？我还是那句话，中国人喜欢站队讲立场不讲是非就是说你可以在推特上面看得非常清楚的这个局面是什么局面，就是一派人往这边站队，一派人往这边站队站在中间的人不站队的人被2派人一起攻击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中国人的最大的问题，中国人在很多领域表现得非常优秀，但是在很多领域表现得非常的愚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那么在很多的重要的事情上，为什么中国经常遇到的问题会是我说一到关键时候，中国人就会选择一个最坏的方案去实施？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是非是什么？我经常讲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讲，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讲，大家知道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或者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所有的建议，我们所有的看法必须围绕着一件事情展开，这个团队或者是这个环境才会变得更好。什么东西？就是你的所有的想法的出发点必须是让这个事情的状况变得更好，你必须以这个为出发点去提出建议或者提出看法。有了这个出发点，是非就非常的清楚。你比如说我们家淹水了，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建议，但是所有的建议应该围绕着什么展开？围绕着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家里淹水的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可以损失更少，问题更快解决，来提出方案。只要你围绕着这个展开，这件事情大家所有人都围绕着这个来展开的话，这个讨论很容易找出最优的方案。但是如果中间有人他提出的方案是让自己更好受一点，或者有些人提出的方案是让自己没有责任，有些人提出的方案让自己根本不用干活。如果所有人都在就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话，我跟你讲，这个家里淹水这件事情就一直得不到解决，就吵得一塌糊涂，最后分边分立场，排水派跟找那个什么派就开始互斗到最后，其实那个水也还没解决掉。中国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说美国大选，大家我们去推特上你去看，全是站队的，没有问是非的。你想一下，你就算是支持川普，或者你就算是支持拜登，拜登没毛病吗？有毛病，就碰到他的毛病，你也应该去批评他。川普的支持者也是一样，川普没毛病也有毛病，你碰到他的问题也应该去批评他。这就是说有是非，你是在有是非的前提下去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如果发现这个候选人的是非已经超过你可以接受的范围程度的时候，你应该断然的改变，支持另外一个人，这才是应有的态度。但是你在这次美国大选当中，你看中国人的表现，老实讲我非常失望，就是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这种中国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人很聪明，但真没有智慧。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所以他的聪明劲儿都放到哪去了？寻找最有利的位置。所以说中国人欺软怕硬，中国的智慧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找到谁软谁硬，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所以所谓的假信息都不是，我认为就是你现在在这次选举当中，你看到的情况啊，怎么说呢？不是假信息的问题，不是假信息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是非观。中国人没有是非观，只有这个人是好人，所以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你不可以攻击这个人，哪怕他做错了也不能讲这个人是坏人，他是不会做好事的。只要他是坏人，你不能说他好，这就是中国人的态度。我非常失望，老实讲啊。观点：土共宣布对3个美企制裁，说明美国对台军售着实打到土共的痛处了，非常正确。观点：深入思考，中共的每次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对的，或者是因为判断正确，或者是歪打正着。中共在巩固政权方面是成功的，但失败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的国运，也不是。中共的政策失败，那不也你可以直接拿搓把在地上随便搓，到处都是。你要分析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只做对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是唯一中共做对的政策。改革开放才是中共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政策都是错的。朝鲜战争不是错的吗？朝鲜战争绝对不是正确的。朝鲜战争知道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吗？你想一下，朝鲜战争之前，中共是有机会跟美国和好的，但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跟美国和美国接触的机会都没有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朝鲜战争，你从这个数一下，有哪一个政策是对的？哪一个政策是对的？没几个对的。所以你说中共在每次重大决策上基本上都是对的，这个判断绝对是错的啊！我不同意啊。观点：中共把朝鲜战争说成是朝鲜半岛内战，这种说法是为了将来打台湾埋伏笔，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这是非常荒谬的啊。提问：既然土地财政已经到头，那么即将枯竭的地方财政今后的源头在哪里呢？目前靠发大量的地方债，但是发债这条路也会到头啊。那么到时候地方会如何面对日益萎缩的收入和日益增长的支出？如果收入日益萎缩，那就支出也会萎缩啊。如果支出增长，那你就会有赤字。赤字，你说债务也到头，那就发不出去啊。但我是觉得，两点。第一点，财政它会开辟一些新的财源啊，税源，比如说土地税啊，土地税是有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经济稳定之后，它有可能出土地税。但是房产税，什么土地税？房产税啊，但是房产税短期之内是不行，短期之内不行。为什么？因为房价非常敏感，房价一不小心崩了，那整个经济就崩了，所以这个短期之内是不可能。但是在经济稳定之后，或者是软着陆之后，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啊，它要增加一些税源啊，而且它要开始削减支出，它不可能收入在下降，支出持续在上涨，那是不可能，那是不可持续的。从财务的角度来说，它必须收缩支出，那你就看它砍什么咯啊？一个是砍公共服务，本来公共服务就没啥，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点，我们有一期节目讲这个叫什么？讲这个医保会把医保原来是什么？原来是
个人账号所有的自己的公款，个人公款拨到个人账号，然后企业的公款有一半给公账，有一半放到私人账。现在把所有的企业公款全部拨到公账，说明什么？说明就一条，公账那边已经盖不住了。公账那边盖不住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政府对这边的补贴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他只能想办法让这边的账大起来。那怎么办？克扣个人的账上面的钱，这就是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我相信会有一系列类似这种动作，包括退休职工的工资会减包括退休年龄可能会往后推迟等等，所有的跟公共支出有关的这些措施都会陆陆续续的发生应该是这样情况，厦门第一高楼2次拍卖打了6折，没人报名，29亿起拍价，较首次降价20%。我觉得现在没人接吧，这个什么情况？这个经济形势，我觉得，这个经济形势不应该有人接而且何况没人接是正常。你说有人在抢，那你也跟我讲一下，我看看什么原因观点，我听了马云10月24号的演讲，马云的观点是，蚂蚁的未来是以信用大数据为基础做业务，银行以抵押为基础做业务。蚂蚁的野心非常非常大，现在在挑战监管，所以国内也掀起了激烈的讨论。蚂蚁本来就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做业务的，这个不新鲜就是像蚂蚁的那几个核心业务，它因为手上有2头，一头是什么？一头是用户就是支付宝的用户，支付宝的所有的信用记录全部都在支付宝的数据库里面，它直接就能调出来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消费能力，他的信用记录怎么样，他比所有的人的资料都多，所以他这一头是掌握大数据，这一头掌握什么？这一头掌握这个企业的银行的需求，银行需要什么，我就从大数据里面找出这些客户来，把他们对接上，他生意就来了。所以实际上它是大数据的，我就讲过资讯是什么？资讯就是个金矿，就是蚂蚁就是资讯里面挖矿，就是挖矿的那个人，然后把挖出来的这个矿卖给需要的人，就是银行，他就挣这个钱，这个钱很正常。但是他说这个银行是以抵押为基础做业务，银行不是以抵押为基础，银行真正挣钱的业务是什么？信用业务，不是抵押业务。抵押业务那利率很低，信用业务就是说这个人明明信用度不低，但是他在用一个很高的价格跟我借钱，为什么？因为他的信用记录不被公众所知道，或者不被银行所知道，所以我就赚了一块差价，这块差价我利润丰厚，银行是赚这笔钱，就是用一个超出他信用记录的价格把钱带给一个客户，这是银行赚的黑心钱这个黑心钱才多。以抵押为前提的业务赚不到大，只能赚一个行业平均利润而已情况，有个朋友是川黑，问我是支持川普还是拜登，我内心是支持川普，但是我跟他说谁也不支持，因为我没有选票，结果他把我拉黑，这就是非黑即白的中国人，非常正确。现在就是你看推特上面全是这些站边的人，就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不管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他就跟你纠缠，不断的跟你纠缠不断的跟你。所以我在推特上只要在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我全部都不回他，再纠缠我就拉黑，我就这样
提问：很多支持川普的中国人油管节目以及个人都是嫉恶如仇，视民主党为邪恶亡国的一切罪恶。如果拜登当选，或者4年以后总统是民主党人，请问这些人情何以堪？你问我吧，你得问他，我又不是他，好不好？你问他去吧。观点：中共的能力是解释能力，就是忽悠人，只是时间长了也穿帮。微博有10几万粉丝说抗美援朝应该叫抗联合国军援朝，下面的评论都说号不要了，越来越多人明白怎么回事，只是威权统治，人们已经道路已幕了。观点：王老师说的很对，补充一点，中国人缺乏自省，看别人满是缺点，看自己完美无缺。我有个朋友有购物癖，乱花钱，乱花了很多钱，而且婚内出轨多次，但他在他的口里，他是个完美的，非常美，做事认真，正直善良的人。多次出轨都是别人死缠烂打，多次离婚都是遇人不淑的结果。OK， 提问：马上要变为冬季时，美国要推后1小时，王老师要维持现在的时间吗？还是会变？等通知吧。基本上是这样。美国的时间不变，就是美国调了时间，就是还是按照原有的时间，但是其他地区的时间会变啊。我会出公告，好吗？王老师本期点评中国人对美国选情的分析，又可以当地出一段短视频。 OK， 情况3周前已经将选票寄出，现在静等大选结果，希望我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无论结果如何，我将会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坦然接受，我对美国的民主过程有信心。这里面有一点我要澄清啊，就是说我讲过几次关于美国的媒体运行的规则或者运行的模式，我也讲过美国的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我也讲过美国的国家运行的模式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媒体辩护过，就是说有一些网友在推特上找我讨论说，这个媒体出了什么什么问题，那个媒体你说的这个美国媒体怎么这样，意思就是我认为美国媒体完美无缺或者是非常棒但是你看美国媒体现在出了这么多问题这有一个逻辑上的非常大的毛病就是说大家要知道，我们讲美国媒体不是讲美国每一个媒体，我们讲的是美国媒体是美国新闻自由的前提和基础，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美国立国之本，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美国的今天。所以美国的媒体是第4权。有些人说美国媒体已经腐败到这个地步，你去好好的讨论这个问题，我一点都没有意见。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美国的第4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大家要理解这中间的逻辑关系所以请不要跟我来讨论美国的新闻自由或者美国的第4权对美国多重要，以及你认为美国现在的腐败问题，美国媒体的腐败的问题，就像美国政客的腐败问题一样，美国只有大家都能看到它的腐败，它的问题，美国就没有问题。你就像中国，你在人民日报上面是看不到中国的任何问题，这就是问题，大家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公开的讨论美国媒体的腐败，我们公开的讨论美国政客的腐败，公开的讨论美国政治体制的腐败，这就是美国强大之处。你可以看一下，在中国没有人可以讨论媒体的腐败，没有人可以讨论政治家的腐败，没有人可以讨论这个国家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个完美的中国，那就是一个腐败的政权。大家记住这一点就好。观点，今晚我是第一次给王老师留言，半年前第一次看老师的节目，只是因为您的长相同我老公8成相似，但是老师的信息慢慢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的老公英年早逝，他是改变我的第一个人，王老师是改变我的第二个人。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我，无论同中国的家人还是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底气十足的我都能够引用老师的观点。谢谢老师的坚持与分享。另外更喜欢画的背景和你的衣着，谢谢你的欣赏和支持啊！我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思考的空间，也有更多的思考的机会啊！谢谢你的支持。观点：王先生在 Patreon 上面的生活点滴分享写得很棒，点滴成画之后可以成集的观点。王先生的生活点滴可以成集啊 ，OK， 谢谢。好，明谢 TT， 请王老师喝白咖啡啊，白咖啡很好喝啊。看了朋友在喀什吃的隔离餐，一碗白饭配2个素菜，他们说需要每天做核酸检测，有这必要吗？每天做。姥姥王，谢谢，祝福精肾细腻萨格尔王鸿鹄大志必成啊！我们也一起祝福他。清水蓝天，谢谢 Johnny Walker，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